闺蜜许愿用自己衰老20岁为代价，换走我8000万刮刮乐。她拿到钱后整容逆袭成白富美，而我却被她诬陷是为钱泄密的商业间谍。我极力向总监未婚夫辩解，他却嗤之以鼻。你不就是嫉妒沈明珠中了奖吗？还编这些鬼话来向她泼脏水，你可真够不要脸。最后被未婚夫和沈明珠一起联手送上法庭。妈妈知道后当场心脏病发身亡，重病的爸爸也因为没钱做手术，只能活活等死。我辛辛苦苦设计的图纸被沈明珠偷走，她摇身一变成了知名的女企业家。在我被判入狱当天，沈明珠和顾恒在游艇上激吻公开恋情，被媒体称赞为投资界的金童玉女，并且双双登上了福布斯榜。我被愤怒的股东报复在狱中身亡。再睁开眼，我回到了中奖当天，我反手借了300个，出门买了一打5块钱的整蛊刮刮乐。沈明珠不是不惜衰老20岁都要换这张刮刮乐吗？那就让她换个够。林清雅又买彩票了。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沈明珠从身后探头。呀，真可惜，又没中。听着和上一世同样的话，我浑身一颤，还没等我反应，站在一旁的顾恒脸色一变，低骂道：“败家！”周围的同事也纷纷好奇的探头。沈明珠亲密的揽上我的肩膀：“你们不知道，林清雅平时看着节俭，买起彩票来可一点不手软呢。这些年她买彩票的钱都上万了吧？啧，可舍得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都变了。林清雅，你不会是有瘾了吧？这和赌博可是一个性质的，你可别变成赌狗啊！哎呦，还真是有钱烧得慌，钱扔水里还能听个响呢。一天到晚净想着不劳而获，做这些投机取巧的发财梦，这东西纯粹就是坑傻子的。总监，你可别这样说，林清雅坚持这么多年了，万一真能中奖呢？不像我，我知道自己没这个运气，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吧。顾恒听了更加火冒三丈，对准我提高音量：“看看你就不能多和沈明珠学人家是怎么持家的，人家思想觉悟多高。”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只想发笑。顾恒是靠着我的设计图一步一步拿下总监的位置，沈明珠学历不好，靠着我的举荐才进入这家公司，两人却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我买彩票不是为了中奖，是，你花这么多钱买彩票不是为了中奖，是为了做善事。我知道，不愧是林清雅，做善事的方式都这么与众不同。阴阳怪气的嘲讽引起同事们的一阵哄笑，和我视线对上时，沈明珠俏皮的眨眨眼：“加油哦，你可千万不能放弃啊，要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能中个大的。”正在刮奖的我手一顿，借你吉言，还真中了啊？怎么可能？沈明珠2步跨到我面前，死死地盯住眼前的彩票。周围的同事都好奇地探头，就连原本一脸鄙夷的顾恒也往这边走来，好奇又震惊的目光全部汇聚在我身上。真的中了多少？沈明珠眼中闪过嫉妒，抢先开口：“中了10元。”切，没意思，10块钱嘚瑟什么呀？够买2个茶叶蛋了，晚上加餐吃点好的吧。有病！我看你真是想中奖想疯了。一切和上一世一样，明明中了3000万，沈明珠却告诉众人只中了10块。我以为他是为了我好，私下还感谢他帮我打掩护，谁知他做这一切只是更顺利的换走我彩票。我死死的掐住掌心。果然，沈明珠松了一口气后，压低声音警告：“幸好有我在，我告诉你，中奖的事可不能告诉任何人，别人会打你彩票的主意。”还没等他说话，我直接起身大声的宣布：“不是8000万！”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同事们争先恐后的看8000万的彩票，发出阵阵惊叹。沈明珠脸色扭曲，咬牙道：“你怎么这么蠢？我说了，这是我的东西，你干嘛这么上心？”沈明珠意识到失态，强挤出一个笑容：“我们不是闺蜜吗？我这不也是为你着想？”看着她失态的神情，我在心中暗笑，这才哪儿到哪儿。果然，当顾恒看清彩票上的金额时，一改之前的不屑，激动到浑身发抖。太好了，林清雅，咱们买婚房的钱有了。周围传来同事们的声声祝贺，唯独站在一旁的沈明珠眼中的嫉恨几乎化作实质。一直到下班后，我才敢地从包里掏出真正的彩票，我双手颤抖着刮开，果然和上辈子一模一样。我心情复杂地看着手中的彩票，上辈子就因为他，我们一家人都丢了性命。这一次，我一定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我拿着彩票去兑奖处，没有写我的名字，而是写上了我妈妈的名字，又拿着身份证贷出了300万，随后将自己名下的现金存款和贷出来的钱全部转移。周一上班的时候，同事们的关注热点果然还在8000万彩票身上。我笑着表示已经去兑奖了，5天后就会到账，到时候一定请大家吃饭。顾恒更是在众人的起哄中再次深情地向我下跪求婚。我本来想等我有能力给你一个家室，我们再结婚，可现在我等不及了。林清雅，嫁给我吧，我们月底就去领证。我强忍住恶心没有推开他，周围的同事无一不感慨他的好命。顾恒这运气真是绝了，未婚妻才中了大奖，一辈子都不用愁了。沈明珠果然坐不住了，脸色难看地冲出了公司。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公司就被顾恒一脸阴沉拉走，他一把将我摔在墙上，咬着牙怒吼：“说你为什么用假的刮刮乐骗我？”我大脑一片空白，他怎么会知道？正当我心神不宁时，顾恒阴沉地开口：“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中奖的明明是沈明珠，为了逼我娶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啊！你这是骗婚！”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把推开他，急忙掏出手机查询，果然我名下300万贷款已经莫名其妙消失了。由于我没有留下一分资产，沈明珠交换转移的只能是我的负债。我悬着的心这一刻才终于放下，顿时又哭又笑。终于，上辈子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了。我怪异的举动引来顾恒不满，骂骂咧咧的开口：“被戳穿了你就装疯！我告诉你，不给我一个解释，别想混过去。”沈明珠已经交换成功了，我也没必要再惯着他了。想到这里，我瞬间冷了脸。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对，一切都是骗你的，分手吧。顾恒没有料到我的反应，我转身要离开时，他才暴跳如雷的骂道：“你这个疯子！我告诉你，你可别后悔。”我没理他，径直回到办公室。刚进门，原本热闹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中了1000万的林清雅，怎么巨款兑成没有啊？这阴阳怪气的话一出，周围人都用心照不宣的眼神打量我。我知道这多半是沈明珠为了合理化自己换来的彩票，告诉他们我是骗人的。不过也好，省得我费心解释。一旁戴着墨镜和口罩，浑身裹得严实的女人得意地
开口。哎，大家也理解一下，人家买了几年都没中，谁知道我随手一买就中了呢？也是运气好罢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人就是沈明珠。看来因为交换，他现在也已经得到反噬，衰老了20岁。有同事亲昵地挽着沈明珠的手臂，别人怎么能和你比？有的人一辈子就只中10块钱的命，还有脸拿假彩票出来骗人，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我坐在工位上，听着众人的奚落，一言不发。沈明珠满意地挥挥手，一流水的精致餐盒送了进来。有同事认出了餐盒上的标志，惊呼：“这不是对面5星级酒店的餐盒吗？听说1299一份。”我按人头一人订了3份不同的，平时大家没机会吃，现在大家每样都尝尝。公司内顿时爆发出一顿欢呼，我暗自啧舌，全公司这么多人，最少也得几10个。我不由得摇了摇头。沈明珠脸色立马沉了下来。怎么，你有什么不满吗？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浪费。沈明珠翻了个白眼，旁边同事怪叫一声：“拜托，哪儿来的酸鸡，还关心上别人的钱？就是自己是穷鬼，还对有钱人指手画脚，活该穷一辈子。哎，有的人30块钱的猪食也能果腹，自然不能理解吃3000元大餐的有钱人。感谢大家仗义直言，晚上我订了最贵的日料，一切由我来买单。”同事们自然是千恩万谢，将他夸出了一朵花。沈明珠这才心满意足，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我劝有些人对别人钱的占有欲别那么强，不要一天到晚只盯着别人的钱怎么花，多关心关心自己，别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呢。我看着他得意的神情，心里突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第二天一早刚到办公室，总裁就沉着脸：“林清雅，你过来一下。”我跟着总裁进了会议室，里面居然到齐了所有股东。总裁直接开门见山：“有人举报你收取贿赂，出卖公司机密，你是自己交代，还是想等着被起诉？”设计账号是我和沈明珠都有权限，为什么不说是沈明珠呢？会议室的门猛然被人推开，有的穷鬼还真是不要脸，脏水都泼到我身上来了。沈明珠和顾恒走了进来。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是我。沈明珠径直走到股东席上坐下，得意地勾起嘴角。就凭我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我诧异地抬头，顾恒怒斥道：“沈明珠已经给公司注资，选择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他有什么理由来害自己的产业？我看你还找什么理由给自己洗白？”我看着一脸自豪的顾恒，笑了。他收了对方公司10万块，当然是为了钱出卖公司了。我看你是真疯了，你一个穷鬼，买了几年彩票1毛钱没中过，还想污蔑沈明珠？我告诉你，不要说10万，就是100万，对沈明珠来说都是9牛1毛。沈明珠可是有8000万的奖金，还会为一点小钱泄密。倒是你，听说玩刮刮乐上瘾欠了不少钱啊。哎，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乖乖认命吧。不过你也真是的，穷的再怎么缺钱，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啊。到底是不是我做的，你心里清楚。至于你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心里也清楚。沈明珠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很快又镇定下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顾恒忍无可忍：“对了，你还想挑什么刺？沈明珠脸又怎么了？她这几天过敏而已。再说了，不管她变成什么样，我都爱她。”是吗？那你们可一定要锁死。这还用你说？顾恒一脸理所当然的模样，深情地看向沈明珠。沈明珠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开口：“我告诉你，不管我脸现在什么样，我已经订了最贵最好的整容医院，很快就会恢复的比以前漂亮100倍。至于你，还是乖乖的去监狱过完下半生吧。”沈明珠抬头看向总裁：“陈总，我现在是公司最大股东，对公司的事务处理应该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吧？”陈总哪里敢得罪财神，连声应道：“当然当然。”沈明珠勾起嘴角，指向我：“那好，第一件事就是严肃处理这个出卖公司信息的人，现在立马报警。”在场众人一片哗然，陈总也皱起了眉头：“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再说了，他毕竟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这个小小的要求都做不到？这就是你们对大股东的态度？”陈总咬牙，招手叫人报警。沈明珠这才满意的笑了笑。这时有人跑来，对陈总耳语几句。陈总脸色变了变，很快又恢复正常，对沈明珠陪着笑开口：“银行那边的消息说您给公司入股的钱划款失败，您要不问问什么情况？还能有什么原因？多半是没有想过银行卡一时多了这么多存款被风控了。行吧，既然你们着急，那我就给银行打个电话，让他们放款吧。”沈明珠拨出电话，接通后按了免提：“喂，我卡上要汇4000万投资款出去，给我查一下怎么会不出去啊？”你好，我这边查询了下，您这张卡的余额是0元，另外您名下的300万贷款已经逾期3天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归还？什么？你查清楚没有？小心我投诉你！我告诉你，我可是才中了整整8000万，我钱多的是，怎么可能有贷款？你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看清楚。对方顿了一下，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女士，再查几次都一样，您的账户上的确没有1分钱存款。”这个消息让在场的股东和高层都皱起了眉头，顾恒更是着急的一把抢过手机：“怎么可能呢？明明就中了！你好好查查，是不是彩票有延误，还没到账？”再三的纠缠，让对方也开始不耐烦起来。先生女士，我们是全国联网的，不可能存在延误。您卡上应该有多少存款，您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如果您是在恶作剧的话，请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有什么疑问，可以到柜台专门咨询。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态度？不要投诉你！问。对方把他们当成了恶作剧，直接挂断了电话。结束通话后，所有人一片茫然，不知道这唱的是哪一出。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没有1分钱？沈明珠还是强装镇定，冷笑着瞪了他一眼：“急什么？我都在这儿，难道钱还会跑吗？可能是彩票中心打款迟了1天也说不定，毕竟这么大一笔钱，谨慎些也是应该的。反正这2天肯定会到账的，慌什么慌？”在场的股东们却不满意他这个回答：“呵，第一次见入股还能赊账的，你到底有没有钱啊？”沈明珠见众人不吃他这一套，只好硬着头皮连打2个电话催促，可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搞了半天把我们所有人都叫来，结果连钱都拿不出来，你是不是耍我们？众人也渐渐起疑，顾恒见状赶紧站出来大声维护沈明珠：“你们急什么急？沈明珠说的难道还有假？他可不像某些人，明明没中奖还敢谎称中了奖，都说了需要点时间。我告诉你们，他可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你们一个个的都
多对他客气点。顾恒这番狐假虎威的话彻底激怒了在场股东。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员工敢这么和我们说话，你什么态度？顾恒这才意识到不对，冷汗直流。不，沈明珠倒也没让他失望，冷笑道：“你们问他是谁？我告诉你们，他就是以后的经理。只要我是公司的股东一天，难道指定一个小小的经理都没资格吗？”顾恒感激地看向沈明珠，刚刚失去的气焰又回到了身上。大幅度？那你先把钱拿出来再说。要是钱拿不出来，捅什么大尾巴狼？沈明珠知道他说的没错，明明查不到账款，还在嘴硬。我当然拿得出来，这些钱对我来不过是小钱。沈明珠手上不停，一直在拨打电话查询，可惜得到的总是相同的结果，就连陈总也渐渐开始怀疑。你到底中没中奖啊？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沈明珠当然中奖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然这几天请大家吃饭唱 K， 这就几十万了。昨晚上我还陪沈明珠去订了一辆跑车，定金都几十万呢。要是没钱敢这么提前消费吗？顾恒每多说一句，沈明珠的脸色就更难看一分。眼见众人还是迟疑，顾恒急了还想说话，有人直接在手机上搜索起来。不对，快来看呀！众人忙凑到他身边，探头查看，股东直接念出了标题：本市一女子于3月21日中8000万大奖。这真的，她还真中了这么多，难道错怪她了？那为什么钱还没到账？现场哄闹起来，沈明珠脸上当即恢复了血色，勾起嘴角。我中奖当然是真的，怎么可能说假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呵呵，刚才是谁不服的？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报道总不能有假吧？还敢质疑？这时现场自然没有人在吭声。陈总见状，脸色也缓和下来。刚刚也是我们太心急了，也请您体谅下我们的心情。不过能不能请你再催催，钱到底什么时候到账？我们这边投入了生产线，正急需用钱呢。您看，你放心，我马上就打电话问。不过陈总，不是我说你，你这个性子也太急了，难道对待客户也是这个态度？陈总气得直咬牙。以前沈明珠不过是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哪敢像现在这么嚣张，简直是骑到他头上来了。又碍于对方马上就是大股东，不好反驳。陈总气的脸色格外难看。算了算了，懒得说你了，下次注意。沈明珠到处打电话询问都查不到，索性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彩票中心兑奖处。喂，你们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兑换了吗？说好5天，我怎么还没收到我的8000万啊？对方有些疑惑的询问，沈明珠翻着白眼，还能有谁？你们这段时间唯一一个8000万奖金的拥有者。对方核对了沈明珠的姓名。女士，你弄错了吧？我们8000万奖金的得主早就已经领走了。什么？我怎么没收到？你们是不是打错账户了？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沈明珠脸色越来越苍白。她挂断电话，冲到我面前，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开口：“你的那张刮刮乐呢？给我看看。”我双手一摊，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你少给我装傻，快交出来！就算有，我凭什么给你啊？沈明珠，你找他要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手里只有盗版的刮刮乐，拿出来也只能让人笑掉大牙。沈明珠铁青着一张脸，嚷嚷着非要让我交出来。为了图个清静，我索性从包里掏出刮刮乐递给他：“给你，行了吧？”沈明珠如获至宝的一把夺过，直到他看到了刮刮乐背面有一行隐藏小字：“此刮刮乐为整蛊刮刮乐。”沈明珠当即变了脸色，发泄似的将刮刮乐撕掉。你少拿这个糊弄我，我要的是真正的彩票，你给我。哪有什么真正的彩票？我买的就是这个啊！沈明珠听后愣住了，好半天才颤声开口：“你是说一开始你拿到办公室的就是这个假货？”是啊，和大家开个玩笑而已。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说我拿的是假货吗？就是这个啊！沈明珠发出凄惨的叫声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沈明珠，顾恒没明白发生什么，几步上前抱起沈明珠，等了好一阵，沈明珠才缓缓醒来。等他睁开眼记起发生什么时，咆哮着朝我冲来：“贱人，你知道你把我害得多惨吗？”我轻轻地避开身，他扑了个空。我怎么害你了？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也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倒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能悔恨成这样？都怪你，这一切都怪你，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你知道我付出了什么代价吗？我把车房都卖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在一旁淡定地看着他崩溃的又哭又闹，直到门外一阵脚步声响起，2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我们接到报案，谁是林清雅？林清雅涉嫌出卖商业机密，跟我们走一趟吧。刚才还在发狂的沈明珠听了这个消息，瞬间坐了起来。哈哈哈，你活该，林清雅，你也有今天。我告诉你，你敢害我，你只会更惨，乖乖的进监狱度过余生吧。我们是请他配合调查，不是说他有罪，怎么可能随意判刑？我点头同意，但是请他们让我播放一段证据。在取得警察的同意后，我连接上会议室的大屏，将手机上存储的内容投了上去。调出的画面上清晰地显示了沈明珠一个人是怎么偷偷用我的权限下载，并且发给了对家公司。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沈明珠，股东更是忍无可忍。好你个沈明珠，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吃着公司的饭还砸公司的碗，还想栽赃给别人，真不要脸！做了这种事还敢报警，你有没有想过会把自己送进去的这天？顾恒不可置信地看向沈明珠，颤声发问：沈明珠，你干嘛要做这种事啊？咱们不是还要投资这家公司吗？为什么要害自己的产业啊？不是我，和我没有关系，都是林清雅做的，你们都去找她，把她关起来。沈明珠想到了什么，上前冲警察争辩道：这一切都是林清雅栽赃给我的，她嫉妒我，抢了我的彩票，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你们相信我，我才中了8000万，怎么可能为了10万块钱做出买公司的事呢？一定是她。2个警察对视一眼，我们还没说具体金额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跟我们走一趟吧。不管沈明珠怎么哀嚎，还是要被强行带走。临走前，陈总上前向警察请求，说沈明珠答应的投资款还没有到位，能不能请警察帮忙查下？警察点头同意。很快查询结果出来了，警察告诉陈总，沈明珠名下没有1分钱资产，剩下的只有几百万的负债，也压根儿没中什么奖。陈总没想到沈明珠敢这样戏耍他，勃然大怒，朝沈明珠骂道：装什么装呢？还学人装股东投资，我呸！陈总还觉得不解气，向警察开口：警察同志，这个沈明珠骗我们说要入股，结果名下1分钱没有，协议都签了，他这就是诈骗。此言一出，警察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当即要把沈明珠
珠带走调查。沈明珠这才慌了神，拼命挣扎。放手！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才不和你们走！放手！我要告你们！你们等着！警察见他不配合，准备将他强行带走。因为沈明珠反抗的激烈，脸上的墨镜和口罩也滑落在地，露出了遮盖下苍老了20岁的脸。众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谁能想到前天还见面的20岁小姑娘，居然变成了一个快50岁的大妈？沈明珠干脆用手遮住脸，应激的尖叫：不准看！你们都不准看！这不是我的样子，我已经交了整容院的定金，我很快就能恢复的。你是谁？是我啊！你别怕，都怪林清雅，我才变成这样，都是她害我。你等等，我马上就能恢复的。别过来！顾恒像看到鬼一样，眼里只剩惊悚。哪里来的老太婆？离我远点！沈明珠眼中闪过一丝怨恨，嘶吼道：我是沈明珠啊！你不是说我变成什么样子都会一直爱我的吗？难道都是骗我的？老妖婆，你疯了！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怎么会爱你？做梦吧！是你说我家买不起市中心的房子，因为林清雅家有房子，你才和她结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买得起市中心的房子，我才变成这样的。沈明珠疯狂地嘶吼，最后被警察强制带走。我洗脱嫌疑后，第一时间提了离职，办理好手续后，删除了和公司同事的一切联系。现在有了这笔钱，我也不急着找工作了，第一时间带着爸爸去医院检查，及时做了手术。就在我在医院陪爸爸时，被顾恒堵住了去路，不知他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一见面就向我道歉。林清雅，对不起，我之前是鬼迷心窍，被沈明珠骗了。和你分开后，我才知道我爱的人只有你。现在沈明珠消失了，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我不会再被他骗了。我们重新和好吧。离我远点！我和你之间就是没有他，也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可能？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了，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要不是沈明珠，我们早该结婚了。现在障碍消失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赌气了。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你该滚哪儿就滚哪儿去！顾恒不服，还想开口辩解，我冷笑一声：你以为我傻吗？你会回来找我，不就是因为你和沈明珠闹的是太大了，不仅被公司开除，还被陈总在全行业避雷拉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公司敢用你吗？我警告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不然我就要报警了。我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招手让保安将他赶出去，怕再遇上这个晦气的人。所以等我爸一出院，我火速卖掉了之前的老房子，准备重新购置一套和爸妈一起居住。不过他没有机会再来骚扰我了，因为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他的身影。近期，本市一被刑拘女子趁外出就医时越狱，通过残忍手段杀害了该女子的前男友，该男子当场身亡，该逃犯也被抓捕，因手段极其残忍，被判处死刑。我关掉电视，这一切都过去了，上一世的结局终于改变。顾恒和沈明珠的事虽然让人唏嘘，不过一切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我也将开启我的新生活了。